朋友可以交，什么朋友是不适合交的，一定要有所把握。对于爱自己、对自己念念不改的那种人，是一定要做到老死不相往来，绝对不能跟他交朋友。不光是害了你，也是害了对方。一个女生为什么喜欢留短发？衣着也是很中性，交朋友都交一帮哥们，这样的女生你能接受吗？女孩名叫小陈，今年24岁，她和男友都是来自河南，是从阿联酋迪拜留学回来的女生。她和男主挺逗的，比男朋友大1岁，是男友哥哥的同学，通过哥哥组织的 KTV 才认识的。那小陈的个性跟她出国留学有没有关系呢？为什么在台上直面硬刚涂磊老师？难道这就是出国留学回来，连中国传统礼仪都忘记了，还跟很多异性勾肩搭背？这让她的男朋友很没有面子，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她相处，所以才找到节目组求帮助，创作不易，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支持一下，祝您好运连连，平安喜乐。故事先从男生小飞这边说起。女孩子老去夜店去，老去那酒吧喝酒，大家一块出去玩而已，老跟一群男性朋友在一块勾肩搭背的喝酒，然后划拳呐，然后自己疯的不像个样子。出去玩你不嗨一下，那你怎么玩？从小飞口中得知，小陈天天去夜场喝酒蹦跶，喝酒划拳也就罢了，还跟夜场男生勾肩搭背。女孩以为这样很酷，经常喝酒喝到酩酊大醉，半夜3更才回来，还耍酒疯，这换做哪个男生能受得了？小陈还解释到，出去玩不玩嗨一点还有什么意思？有2次把小飞带去，结果当面跟异性排着队玩得很嗨，把小飞晾在一边，这怎么能让小飞不多想？真没几个女孩子这样玩，这明显看着就是夜店女郎了。接着赵川主持人还让男生示范一下女友的表现，就搂着男生就帮肩膀就这样就划拳什么之类的。不是，你看作为哥们儿对吧？我们一块儿搭个肩正常吧？而且我觉得我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活泼一点。反正喝多之后也挺过分的，我觉着。这种性格豪爽的女孩子，很容易会让那些她所谓的跟误会，是不是对他们有意思啊？而且当着男友的面这样做，在大方的男人都会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吧？如果这是你的女朋友跟别人勾肩搭背，你会允许还是马上跟她分手？女生对男生指出的这些置之不理，好像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状态。接着赵川主持人说道，以为他做什么事都特别应该的，就特别理直气壮，就我该怎么做。你带几个女孩也出去呗，那我也搂也划呗，这行吗？他是不是？好家伙，赵川还真站在男人这一边，给男生鼓气加油啊！女生可以这样去外面跟男人玩，男生能不能也去外面找妹妹玩，看看他怎么想？话糙理不糙，但是真的能这么做吗？我想这老实巴交的男生也不会这样做，因为男生性格还是内向的，有什么事他不说，他都是憋在心里，等达到一定时候就爆发了，这就是内向人典型的特征。因为现在的小飞再也不想忍受小陈继续这样下去了。生气或者干嘛，他不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憋着，然后憋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他一爆发，然后就跟我现在有1个月没跟我说话了。好家伙，小飞现在有1个多月没有跟小陈说话了，这很容易会让这样的女生跑了呀。接着主持人说道，一群人一起玩还没有这么严重，更严重的是这群人当中有关系很好的异性。这时候男生说道，女生有一个调酒师的朋友，2人简直无话不说，形影不离。刚开始以为他俩只是普通朋友，后来有一次小陈喝醉酒后，调酒师朋友打电话打到小飞的单位去了，这让小飞在单位影响，不用多说都可以知道。他说什么呀？就说劝我跟他分手。这是你后来跟我说的，打的第1次你就会跟我说对吧？我会直接跟他说的，不让他再给你打了对吧？我相信你吗？主持人，在主持人的追问下，调酒师打电话给小飞，是想让小飞跟小陈分手。好家伙，这是在中间挖墙脚啊！这时候小陈接话道，因为调酒师朋友对他很照顾，还会教他调酒，2人越走越近，但是也告诉调酒师朋友自己有对象了。然后调酒师却对小陈这种性格情有独钟，这是真的喜欢小陈，还是夜场就是玩玩而已的情话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，网友们可以自行脑补。接下来的一幕让嘉宾老师都不淡定了。你有男朋友之后，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呢？他还说他会继续喜欢我。他会继续喜欢你？对，但是人家喜欢我，我觉得我没有理由特别喜欢。那对，那你现在还跟那个男孩子还学调酒吗？大家朋友嘛，一块出去玩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调酒师朋友表明说会一直喜欢小陈，就算有男朋友也这样说话。明眼人一看，这人就是一个海王嘛。小陈还觉得没啥问题，但他真的知道情场高手是怎么想的吗？因为小肥暴露出，调酒师跟他说，小陈跟他谈朋友很不开心，你俩不合适，最好就马上分手。话已经很明白了，只要还没结婚，调酒师就还有机会的意思。接下来就是小陈跟涂磊老师硬刚顶嘴的画面了。你就说了一句话，我有男朋友是吗？这样子我已经表明立场了。你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不喜欢你。
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没有直接跟他说你这么不懂礼貌，我告诉你我有男朋友，如果你下次再提这样的问题，你就是不尊重我。那觉得如果一个人对你挺好的，然后最起码证明他欣赏您，对吧？那如果说你所有说对你好的人，你不去珍惜他，而是给他一个板砖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不是做人的道理。珍惜喜欢我们的人最好方式就是告诉他实情。这个你只说了我有男朋友，你没有跟他说我根本不喜欢你。所以你就是因为没有说，他才继续打电话给他。大家是哥们儿，关系都挺好的。涂磊老师说的太好了，一个男人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还跟你说喜欢你，还一直挑拨你跟男朋友的关系，然后小陈从头到尾也没有对调酒师说，我只喜欢男朋友，你没有机会了，这会让被人误会说你的意志不坚定，只要时机到了，就很有可能会得逞。没想到涂磊老师10年前年轻时就对感情这方面这么专业了。赵川和涂磊老师明星都站在男生这边，反对女孩这样做。接下来的一幕让全场都瞠目结舌了，节目组竟然把女孩的调酒师朋友请上了舞台。来，我们见见那调酒师朋友，来有请。主持人好。你能离他远点吗？哎，你这站法真的不对，兄弟。你能离他远点不行？来，站过来。调酒师身穿西服，露出白色衬衫，一看就是情场浪子海王高手，戴黑框眼镜，一副猥琐的样子。真不明白女孩为什么稀罕跟他交朋友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个哥们一上台就站在小陈的旁边，这让看他不爽的小飞瞬间就气上头了，在主持人的调换下站在了舞台中间。接着这个调酒师说道，有一次小陈心情不好，喝醉酒了，然后没有意识，跟他聊得很欢，相当于啥事情都被调酒师知道了。这男生套路不是一般的深啊。接下来的一幕足以证明。了，然后我看他手机里的他的那个男友电话，我给记下来了。你看他手机干嘛？谁让你看手机的？然后你喝多了，你知道别人拿你的手机看了吗？所以姑娘啊，酒要少喝呀。调酒师这哥们都是早有预谋的呀，早就知道小陈的手机密码，拿别人手机套用别人隐私信息。小飞看见他那猥琐样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真想冲过去揍他一顿，但是他是个有原则的人。这时候这调酒师说出的一番话，真让人瞠目结舌啊！你们继续，我就不会打扰你。如果说你们要是分手了的话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不是小三儿吗？你这跟小三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明显的开战，这应该欣赏他的勇气，但不能偷偷的来打人电话给人家单位，那是不对的。老师，好家伙，调酒师这是公开宣战，看着两人是恋爱关系，明摆着想小陈了，说的是公平竞争。背地里不知道怎么诋毁小飞呢，还说希望小陈过得幸福，只要和小飞能够继续下去，就会选择消失。但是只要他俩分手了，就一定会追求小陈，这关系已经很明了了。这一段时间小飞小陈的关系绝对跟调酒师有关。愿意看着你幸福。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，如果说你很爱你的女朋友，她所对你说的话，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朋友。我谈恋爱不用你教，我俩之间有什么磨合，我俩可以自己处理，你在这添什么乱啊？调酒师真的很懂人性，三言两语就把小飞给激怒了，让他乱了分寸。这确实是小飞和小陈之间的感情问题，如今加了一个调酒师，这里面充当搅屎棍，换做谁都会有气愤的一面。接着赵川为小飞打抱不平，但是又很客气的说道，旁的一群朋友明明知道她有了男朋友了，还在里面挑拨离间，还给她男朋友打电话，所以我们不相信的是晨晨的那波朋友，不是晨晨这个人。赵川的主持功底真心不错，用最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语，让调酒师都觉得遇到对手竟然哑口无言。再怎么样不能冒犯别人手机隐私，更不能挑拨离间。调酒师也在赵川老师的追责下承认了自己的不对，最后还对小陈说了几句话。如果幸福的话呢，我就消失；如果说你们没有在一起的话呢，我希望你呢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调酒师这角色真的是像小三一样的存在，现实也很不喜欢这种人。涂磊老师也对调酒师的做法很反感。小陈表示自己是成年人了，会注意分寸的，没想到却被嘉宾老师对了一顿。的话，还会有这种事儿吗？看着你的手机你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喝多了。老师，您觉得我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跟他吵架？你知道为什么吵架吗？你驾驭不了这个酒。既然驾驭不了这个酒，就不要再去酒店夜场这种地方了，不然总有一天会失足啊。虽然你会注意分寸，一旦喝醉酒，尤其是对于女孩子，那就不是你自己能把控的了。小陈嫌弃小飞的喋喋不休了，他始终觉得朋友多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朋友多难道就一定要去酒吧夜店找朋友吗？其他地方也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的吧。酒吧夜店这种地方，大家觉得是好地方吗？女孩子真的天天去，你是可以接受的吗？
赵传把这对情侣交给了嘉宾老师，首先问到明星夫妻艾玛丽和涨潮。男性朋友勾肩搭背的喝酒，张老师还包容吗？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不大存在这个问题了。是因为你不会这么去做。对，每个人双方的父母亲啊，对他也可以稍微包容一下我嘛。那可能更他会啊那个，对吧？你包容他那种相互的呀，他会包容你啊，这肯定的。但是你确实不给他面子，一个男人是很要面子的，你勾肩搭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没有不给他面子呀。不愧是过来人，谈感情是两个人以及后面双方父母的事情。既然选择了谈感情，就不要太一意孤行了，尤其是在外面对别的男生勾肩搭背，要是你父母看见了会怎么想？爱情和婚姻的过程就是要在乎对方的感受，更有的是在外面一定要顾及男人的面子，在家的话你怎么着都行。一个女人带你出去玩，结果是跟别的男生玩得很嗨，把礼晾在一边，这是最不给男人面子了。没有哪些男生会这么受得了的。接着赵传老师让曲伟老师进行点评。很个性，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完全欣赏自己本性的人，同时你又刚好欣赏他的性格。第二，爱情是很奇妙的，你吃起来像蜂蜜，可能别人吃起来像砒霜。你觉得他过于奔放像男孩，那调酒师却甘之如饴。曲伟老师还举了例子来说明问题，爱情是多变的，就像两个刺猬，距离适中的时候觉得最美，但是靠近的时候会刺伤对方。解决的方法是男方如果真的还爱她的话，相信这女孩当初是什么样，现在的她有没有本质上的变化？如果有，那就可以放弃了；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男生变了，那就要衡量一下当初的你和现在的你喜欢的是不是同一个人。也说到女孩要改变的东西。第一点，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自律。你把对方当哥们儿，但是你也知道他没有把你当哥们儿，这会儿你要怎么样？你要避嫌，对不对？女孩子一定要懂得避嫌。换言之，如果还是这个样，换做谁做你的男朋友都会不舒服。恋爱中多为对方考虑才能长长久久。两人要还想继续下去的话，就要各自改变，不然迟早也是会分手的。接下来是涂磊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。先说女方，我们要说真话，但如果真话只说一半，那就是弥天大话。对于爱我们的人，我们不忍心伤害他，真话只说一半不说完，只说有男朋友，不说喜不喜欢你，这其实是害了对方，也害了自己，因为他会觉得自己还有希望。真正为朋友好的人，跟他说清楚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这才叫真的对朋友好。第二，我们要有个性，但个性过了头就是欲盖弥彰。比如说，过于男性化的人其实有着一颗少女般的内心，过于温柔化的人其实有着一个刚强的底力，复杂的人对简单的东西有特殊的癖好，简单的人需要复杂的人来进行装备。小陈就是这样，表面上看上去特个性，其实小陈是欲盖弥彰的。小陈其实是个温柔的少女，需要温柔的关怀，细腻的包裹。老师读懂我了。你听我说完，你别嘚瑟啊。很多女性表面上爱打扮的特男性化，言语也特别冲，但是内心特别渴望关怀。所有说不要过分的个性。第三，我们认识需要交友，但不能多多益善，要有所选择，否则会乱了分寸。朋友可以交，什么朋友是不适合交的，一定要有所把握。对于爱自己、对自己念念不改的那种人，是一定老死不相往来，绝对不能跟他交朋友。不光是害了你，也是害了对方。我想说男方。接着说到男生有细腻的风格，爱对女友叨叨叨，这其实是优点也是缺点。细腻的人会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但会被嫌弃很烦。你要是找一个别样的女孩子也就算了，偏偏找一个这种女孩，那你就得做好能接受她个性的准备。两人相处方寸之间张弛有度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妥协，那就希望你们各种安好。涂磊老师真是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，那这对小情侣会怎么解决呢？直接来往了，我觉得你俩没必要来往下去了。我跟老师去。我要不是保持距离，你以为我找玩吗？你想我怎么着？我以后不找他，我跟别的哥们了。你还是离不开吗？真情60秒，男生希望女生能够断绝跟调酒师来往了，但是女生似乎并没有要改变。虽然现场观众超过一半的人觉得他们之间还是有感情，只要女方改是可以在一起的，但是女生坚持自己的看法，男生最后选择放手。再纠缠下去只会彼此心累，还是好聚好散的好。可能调酒师还在台下等着女生呢。女生表示自己还会做自己，似乎没有听进去老师的话，这只有他吃过亏才能明白涂磊老师的良苦用心。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，两人需要彼此照顾双方的感受，也要对彼此有信心和信任。酒吧和夜店不是一个正常女生该去的地方，
要想以后遇到真心对你的人，就要好好改改这些所谓的个性。不管怎么样，祝福小飞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白雪公主，也愿小陈能够早日改变，以后都不再去夜店乱混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屏幕前的你觉得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家人听听泡夜店的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